接下来的中美晶片战要带观众朋友来特别关心到的是玉衡这个技术，现在正式的亮相了。今天要来关心的是，这终于是开启了晶片亚埃及的一个技术的新时代。另外就是在关心在深圳的半导体展上面，新凯莱这次首次的突破了美国的 EDA， 它的子公司突破了美国的 EDA 的封锁，两家子公司的最新技术，等一下都会带观众朋友一起的来看。今天3个火线话题，我们会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的第一个这是来自于清华的玉衡，现在真的是横空出世，震撼了登场。它是全球首颗达到了亚埃米级的光子晶片，正式的问世了。等于是大陆现在杀进了量子级的战场，美国的封锁现在真的已经正式突破，没有效了吗？另外，今天也会来关心，之前美国不是针对于大陆的 EDA 做一个封锁吗？那么现在新凯莱是不是它的子公司有所突破了呢？终于是有了这个国产设计的软体，而且效能根据了解是超过美系的，达到30%，也代表说美国再也没有办法封锁大陆的 EDA， 是这样子吗？第三件事情，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现在正式的进行了在晶片战的反攻。刚刚提到的这个光子晶片，再加上 EDA 一起做双线的突围自建的体系，其实他们说这 EDA 的体系是复制于美国之前的3巨头的路线的，代表现在大陆也可以做起自己的半导体霸权了吗？今天我们都会就这些议题一起的来做关心。我们现在来关心的是，美国他一直觉得说靠着这个 EUV 跟这个 EDA 的设计软体就可以把大陆给锁死，但是没有想到，我们最近聊的这个清华大学是它寄出了这个叫做玉衡的重击，来打破在晶片上面的一个封锁。正式的，它的玉衡光子晶片问世了，它是第一颗的亚埃米级的光谱成像晶片，在北京正式的诞生。我们先来看到一些细节这一颗只有2公分的的光子晶片这个叫见方小晶片，它有什么样的特性呢？其实这细节比较困难一点，等一下我们请委员来帮我们做一下解读。它是可以一次来快照捕捉，包括全空间跟全光谱的一个资料，分辨的精度是可以达到埃米等级的。那么根据了解，它可以达到400到1000奈米的宽光谱的一个范围，等于是说未来只要靠一镜扫描就可以完成扫描的范围，达到了像是战场无人机、卫星侦察，甚至医疗检测、军事化学侦测等等的一个范围。节目一开始要请教委员怎么看这个首颗的玉衡晶片，它的威力在哪里？还有未来可以应用的范围，它可以突破来自于美国的晶片封锁吗？首先，什么叫埃米级？就是0.1奈米叫埃米级。我们现在讲的是什么2奈米、3奈米很了不起，它是0.1奈米就是埃米级的。而它这一套厉害在什么地方呢？我来不要讲得太深，我来解释一下就是我如果用个手机，现在要拍我们美丽的这个思敏。整个拍很清楚，我很感谢啦但是说，如果要拍这个思敏一根眼睫毛，你手机就不一定拍得起来，因为你那个光学分辨率手机就降低了，可是它为什么能够拍到0.1那个奈米这么小的呢？用猜的，用猜的，什么叫用猜？叫做可重构计算光就是我从这边咔嚓，从那边咔嚓，从那咔嚓，对不对？那光线是模糊，对不对？可是经过 AI 的计算模式，它就可以把你拼凑出就是你那一根眼睫毛的长相。那或者说在做晶片的时候，可以做到这种程度里以前不是我那个什么 EDU 什么画得很细很厉害，多厉害啦，可以波长小到什么程度他说不用我用比较粗的光，我拍个2次，我猜中了，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个叫用人工智能去控制光线，然后去用猜的猜出，就像说我在这个画一幅画很漂亮，没有了不起我这样拍就猜出来毕卡索画是怎么画出来的。它是用这种人工智能方式，叫做可重构计算光。光是用计算出来成像的，所以你才什么我一镜扫描完成，就是这样扫描出来的什么战场无人机可以用卫星侦察医药，因为它的光学分辨率很高。什么叫光学分辨率比如说我们看彩虹彩虹大概就是7种颜色，了不起看出7种颜色那如果
如果说你说我可以看到15种颜色，其实它的波长是很长的，你可以看到15种颜色，哇，那表示你是超人了。问题是，这种光学可计算重构光厉害到什么程度？连那个波长0.1奈米的差距都被分辨得出来。所以你在画那个电路的时候，你就知道厉害了吧？所以它这个新型的加工手续也就是我们突破的传统上面，我们一定要做那种深紫外光，什么做到什么程度？或者极紫外光，用那个什么锡球很小的锡球，液体的电浆状态，然后把那个雷射打进去，产生的这种极紫外光，很细很细的这种很短很短的这种波长的这种光线，才能够在那么小的范围里面去把照片拍出来。是，那个其实画线其实就是拍照的意思。是，他说变啦，对不对？我这样用一种特殊的光拍，我用电脑集成拆一拆就可以拆出这个线路图了，厉害吧？是，所以这个技术竟然已经上了《自然》杂志，对，表示它被科学公认是可行的。权威性。自然杂志是很有权威性的。是，那代表说突破了 EUV、DUV 嘛，这些都未来都需要。现在就剩下商转，因为可是另外一个人又发明就是叫平行多工系统，因为你拍的时候还要那个机器能够动快速能够动那我知道另外一家好像不清华大学，好像谁发明是多工系统。那如果中国大陆这里自己多种东西迟早会拼出崭新的光刻机。是，那如果是这样，就可以正式突破来自于美国啊、荷兰跟这个艾斯摩股票也跌。艾斯摩你要注意一下了，来自于他们的封锁就可以突破。那其实呢，另外就是来自于美国的封锁的还有 EDA， 大家记得吗？这个之前几个月前针对于大陆的这个封锁，就是在中国的设计的晶片端。那确实在这一次的深圳湾的一个展上面，却有一个重磅消息是来自于新凯莱自己宣布的，他旗下2家子公司有办法突破于美国的EDA 封锁。第一间子公司叫做启云方，它推出的是国产 EDA， 同时能够取代的是原理图的设计跟它的 PCB 的软体，可以来填补高阶设计软体现在国产化的一个空白。第二间公司来看到的是这一间叫做龙汉科技，那这项关键技术是5奈米的。可以是3奈米跟5奈米晶片研发的核心设备，它推出的叫做超高速即时示波器，有一点复杂。总之，它就是可以自主化，是这样吗？赖老师怎么看？我们上次有在这个节目讨论过 EDA 因为就是那个时候的吃土战，吃土战以后，后来川普他们不是对于这个波音的零料件停工，还有就是这个自动化的软件设计系统也停工。那时候我们也在这个来讨论的时候，这个蔡委员有介绍了 EDA， 就是电子设计的自动化软件。对，全世界就有3家公司会做，一个就是德国西门子，另外2家是在美国，包括新思科等等那当时因为西门子德国它也受迫于美国的压力因为他们本来是希望说你美国归你美国，我西门子归我西门子，因为对于德国来讲，他也害怕中国大陆反制嘛。但是当时的谈判就是把德国拉进来了。那后来谈判的结果就是说，好开放就是说原本的宣布是禁止，后来开放。那中国大陆交换稀土，当时我们在这边讨论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会突破，只是没有想过这么的快，快到这个地步。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当时推断是会突破，只是太快了。那这个就跟新凯莱当初他宣布说马上会有重大的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果然他没有让大家失望。可是您知道他这个公司的股权在哪里吗？在深圳市政府。它是属于深圳市政府的投资的一家公司。是。那它本身原来的募资也不过就是20-30个亿而已。现在它的市值已经是100多亿美元了。那它可以帮谁呢？它可以帮工程师在设计 IC 或者 PCB 的时候让他们更加的有效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比美国现在所用的还要更有效率30%到40%。第三个就是大陆的工程师已经有2万个人在用了，所以它已经在市场上已经被工程师在用了，那已经证明它是非常好的一套软件。那这样的话，美国跟德国的这个原来的垄断，那他们的地位就消失了，而且中国做的比他们还好，目前来讲排名第2名。是那个是很厉害。另外您刚刚介绍的第3款就是很复杂的
那叫示波器。示波器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子的，让工程师能够用图上看到电子讯号，这不简单哦。我们知道一般来讲电子讯号你也肉眼看不见，可是这个示波器因为它是3到5奈米，它可以让工程师用肉眼可以看得到它的图像，因为它本身可以把电子的讯号繁衍出图像来。是好。承接刚刚赖老师他帮我们特别提到，在全球 EDA 上面，过去垄断的主要的厂商跟国家是来自于德国的西门子，还有美国的新思，另外一间叫做坑腾。那其实现在大陆根据了解是学同样的方法，用3大巨头来全力发展他们的研发跟做并购。那这3家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新凯莱之外，还有另外一间叫做华大9天，还有一间叫做盖伦电子。总之就是要来去美国化，那还有美国还能卡多久？能够翻盘吗？厉将军又怎么看？那我先解释一下 EDA 哈。假设说我们这个晶片哈，就像是假设必须是一栋建筑物来讲的话，那你要设计这栋建筑物，设计师会先问你说，你这栋建筑物是要做什么？是要医院，还是要做学校，还是做办公大楼，还是要住家？那里面管线的配置结构都有很多的复杂哈。那晶片类似这个设计，就是说我这个晶片将来要做什么，那我就要去设计这个原理哈。所以 EDA 就是设计晶片的，那让这个晶片将来能够符合你所需要的。那 EDA 来讲的话，等于说是你要做一个晶片，有3个很重要的关卡。前面是前端连接哈，前面来讲我们要做什么用。第2个来讲的话是机器制造的过程，最后来讲就是封装哈，这个晶片功能有没有用？所以整套的流程都需要 EDA。那当然，中国在2018年的时候，他已经感受到中美贸易战一定会对这件事情卡脖子，所以他在“14·5”，也就是2021年到2025年这个时间来讲的话，他的“14·5”计划已经将这个 EDA 列入他所谓的卡脖子的技术清单哈，就是说我已经知道说是2018年，我已经知道说是你美国将来会在 EDA 对我实施卡脖子，那我要开始有计划的发展。那时候他就列入他的补助计划，包括北京跟上海这2个城市，你只要去设计 EDA 的，我就补助你的研究经费的50%，由我政府来补助。那在这种状况下，经过这几年的努力，我们看到这个大陆来讲的话，它现在这2家哈，就是所谓的华大跟9天来讲的话，它慢慢已经有所成就了。那目前来讲，去年来讲的话，它只占国内中国自己国内的份额只占12.5%，但大部分还是用刚刚我们讲美国那3大的企业。但是在今年来讲的话，它已经提升到占全球的10%，也就是它逐步已经上升。可是美国如果说对中国 EDA 这个管制的话，确实是双面刃。第一个，当然你会伤别人；第2个，你一定是伤自己。为什么 EDA 最重要的是人才？那你东西你不卖给中国来讲的话，那你人才你就没有钱去发薪水嘛，没有钱去发薪水，这些人才就不会来。因为 EDA 跟其他的晶片不一样，你可能其他需要产业链或那 EDA 最重要的就是人才。那现在相对的是中国有很丰富的人才库。那现在美国自己又要搞一个什么 H1B 的那种签证，管制人才到美国去。那这些人才刚好就留在中国国内哈，这种懂得这个软体开发设计的人才。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在这个状况之下，中国来讲应该很快。那现在新凯莱自己都已经推出2套了，那而后来讲，我想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一定可以加速它的进展。好，谢谢厉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